同学们好，我们已经学习了脉象诊病的原理，下面我们学习如何诊脉。首先，我们来学习诊脉的部位。历史上诊脉的部位很多，主要有寸口诊法、三部九候诊法、人迎寸口诊法和仲景的三部诊法。我们首先来学习第一种诊法，就是寸口诊法。寸口诊法是指单独切按桡骨茎突内侧一段桡动脉的搏动，根据其脉动形象，以推测人体生理病理状况的一种检查方法。寸口在哪里呢？我们先来学习寸口的部位。寸口是指的桡骨茎突内侧桡动脉搏动处。我们的前臂有两根长骨，靠近拇指的长骨为桡骨，靠近小指的长骨呢称为尺骨。桡骨茎突就是指的桡骨靠近手腕处高凸的部位。桡骨茎突内侧就是手掌这一侧，动脉搏动的部位叫做寸口，这就是寸口诊脉的部位。寸口脉分为寸、关、尺三部，桡骨茎突内侧对应的动脉搏动处称为关，关之前靠近手腕处为寸，关之后靠近肘部为尺。用寸口的寸、关、尺三部来诊脉的方法称为寸口诊脉。为什么读取寸口的脉象就可以诊断五脏六腑及全身的气血病变呢？这是因为寸口位于手太阴肺经原穴的部位，原穴是气血汇集的部位，也就是说，寸口代表了手太阴肺经气血汇集的部位，而肺主气，朝百脉，是脉之大会，也就是说，所有肺经气血代表了全身的气血的变化，所以寸口可以反映全身脏腑气血的变化。其次，寸口为肺经所主，而肺经起源于中焦，与脾胃关系密切，所以寸口可反映中焦脾胃宗气的盛衰、胃气的强弱以及气血生化的情况。另外，寸口脉解剖部位固定浅表，诊脉非常方便，所以寸口是诊脉最理想的部位。因此，读取寸口诊脉的方法，首经汉代的烂经阐发，后经晋代的王叔和在脉经中确立，历经1800年，寸口诊脉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寸口作为诊脉的理想的部位，左右手寸口的寸、关、尺三部与脏腑有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呢？它的对应关系是这样的：左手寸后心，右手寸后肺。左右手的寸统括胸以上及头部的病变，左手关后肝胆，右手关后脾胃，左右手的关统括膈以下至脐以上的部位的病变。左手尺后肾，右手的尺也后肾，左右手的尺统括脐以下至足部的病变。左右手的寸、关、尺分别对应的关系是：左手的寸、关、尺分别对应的是心、肝、肾，右手的寸、关、尺分别对应的是肺、脾、肾。左右手的尺部都是对应的肾，右手的尺部对应的是肾阳，又称为命门。命门是指生命的门户，主要是强调肾阳的重要性，因此左手的尺部主要对应的是肾经和肾阴。所以寸、关、尺分后脏腑可以概括为：左手寸、关、尺对应心、肝、肾，右手寸、关、尺对应肺、脾、命。我们学习寸口诊脉的方法，诊脉的部位还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素问的三部九候诊法，又称为辨诊法，是辨诊上、中、下三部有关动脉，以判断病情的一种诊脉方法。上为头部，
中为手部，下为足部，上中下三部又分为天地人三部。上部有太阳、耳门和巨髎三候，中部有寸口、神门和合谷三候，下部有五里和太冲、箕门和冲阳以及太溪三候，三桑合二为九，故称为三部九候诊法。第二种是林书的人迎寸口诊法，是对人迎和寸口脉象互相参照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它比辩诊法简单。人迎是指的颈动脉搏动处，主要候胃气；寸口也就是桡动脉搏动处，候全身脏腑的病变。第三种就是张仲景的三部诊法，除了寸口之外，张仲景还选择了有太溪脉和扶阳脉诊脉。寸口脉还是后脏腑的病变，太溪脉呢是指内踝后方与内踝尖跟跟腱之间的中点凹陷处的动脉搏动处。太溪主要候肾气，扶阳是指的足背动脉的搏动处，它主要候胃气。现在的张仲景呢三部诊法多是在寸口无脉搏的时候，或者是观察危重的病人的时候，仍然还可以应用。素问三部九候法是林书的人迎寸口诊法和仲景的三部诊法，这几种诊断方法由于诊病繁琐而被读取寸口的诊脉方法所取代，所以读取寸口的诊脉方法成为我们现在中医脉诊的最主要的方法。同学们，学习了诊脉的部位，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诊脉的方法。首先，我们来学习诊脉的指法。诊脉的指法要领，在初次学习诊脉时，我们要求每位诊脉者都从外侧诊被诊者的脉象，而且均用左手诊右手的脉象，右手诊左手的脉象。自己诊自己的脉象也是这样。尽量避免用一只手去诊脉。必要时，诊脉者还需要同时用两只手诊被诊者两只手的脉象。另外，诊脉者用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诊脉时，拇指最好压在被诊者的手背，以便诊脉时三指用力。诊脉的指法要领可概括为：中指定关，三指平齐，指目按脉急，不止疏密适度。其中，中指定关是以中指按在桡骨茎突内侧的桡动脉搏动处为关，食指按在关前定寸，无名指按在关之后定尺。三指是指的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指略屈曲，可使三指的指目平齐。指目是指的指尖和指腹交界棱起之处，这是手指触觉较灵敏的部位。指目按脉急是指用手指触觉最灵敏的指目按在脉搏跳动最明显的脉急的部位。布指疏密适度是指切脉时布指的疏密要得当，要与患者的手臂长短和医生的手指粗细相适应。如果患者的手臂长或者医生的手指较细，三指布指要稀疏一些。反之，三指布指要密一些。小儿的寸口部位很短，一般多用一指定三关法，而不必细分寸、关、尺三步。需要注意的是，中指准确的定关至为重要。
因为一般寸关尺3步本位有脉，而超过这3步就有可能完全无脉搏跳动，这是正常现象。如果中指定关不准确，尤其是中指容易把尺的位置给占据了，就有可能造成无名指的尺脉无脉的假象。诊脉的具体指法有：举法，是指医生的手指用较轻的力取脉的方法，又称为浮取；循法是指的医生用手指不轻不重按制肌肉，并调节适当的指力，或左右推循，以仔细体察脉象的方法。由于用力不轻不重按制肌肉而取脉，所以又称为中取。按法是指医生手指用较重的力，甚至按制筋骨取脉的方法，又称为承取。总按是指3指同时用力诊脉的方法，从总体上辨别寸关尺3步和左右手脉象的形态、脉位和脉力等等。单诊是指一指分别诊察寸关尺某一个部位脉象的方法，主要用于分别了解寸关尺各个部位的位、数、形、势的变化特征。临床诊脉时一般3指均匀用力，但也可以3指用力不一。总按和单诊配合应用，以求全面捕获脉象信息。下面我们学习诊脉时对平息和体位的要求。平息是指医生在诊脉时呼吸平静调匀，以自己的呼吸计数病人的脉搏跳动次数，又称为平息定制。平息定制一般是指1吸4到5制，也就是正常的1呼1吸的时间内，脉搏跳动的次数是4到5次。我们来看看这个判断准不准确。正常的呼吸大概每分钟16到18次，如果1吸4到5制，我们用16乘4、18乘5，分别得到60到90次。这与我们现在知道的每分钟60到90次的正常脉搏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当我们没有手表、时钟、没有时间计数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正常的呼吸来判断脉搏跳动的次数。诊脉的体位，诊脉时，病人采取正坐位或者是仰坐位，手腕上的手表或饰物要先摘除。前臂自然向前平展，与心脏置于同一水平，手腕伸直，拇指向上，手指微微弯曲。在腕关节下垫以松软的脉枕，使寸口充分暴露伸展，气血畅通，便于诊察脉象。下面我们看看对诊脉时间的要求。《黄帝内经》有这样的阐述：皇帝问曰：“诊脉何如？”齐白对曰：“诊法常以平淡，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这里的诊法常以平淡是指的诊脉的时间以清晨未起床、未进食、环境安静为佳。但是这样的时间要求一般在临床上很难做到，特别是对门诊、急诊的病患，要及时的诊察病情，而不能够拘泥于平淡。但是诊脉时应该保持诊室安静，并且让病人在比较安静的环境中休息片刻，以减少各种因素的干扰，这样获得的脉象才比较真实。一般来说，每一次诊脉的时间，每一只手不少于1分钟，2只手总共不少于3分钟的时间。以上是我们学习诊脉的部位和方法，本节课就讲到这里。